老林，出差辛苦了，快喝点排骨当补补，看你都瘦了。谢谢老婆，还是你对我好。我以为我有个幸福的家，直到接了那个酒店电话才知道，我爸不仅出轨，还有一个3岁的私生子，而我妈还在傻傻付出。笑笑，帮我接一下电话。他在洗澡，我是他女儿，您哪位？您好，这里是酒店客服，就您上周末入住的亲子套房，请例行回访。请问您3岁的弟弟使用糕点还有过敏反应吗？上周末不是师爸出差的日子。老婆，我这周末去北城参加个封闭式的行业建筑论坛，就不在家陪你们。刚才谁的电话？推销理财的，我帮你挂了。你妈呢？去超市买排骨了，说你出差1周辛苦，晚上给你炖汤。还是你妈心疼我，这次去北城连轴转了3天，确实累得够呛。爸，你这次去北城住的哪个酒店啊？我下个月去北城团建，想参考一下。就主办方安排的快捷酒店，条件很一般。你一个小姑娘去玩，爸到时候给你订个好点的。你不是想给我订好点的酒店，因为华尔索顿酒店的亲子套房根本不在北城，而是在我们本市的东郊度假区。上周六消费人民币8800元，上个月14号情人节那天消费2万3，可那天我妈收到的礼物分明是一束廉价康乃馨，她还特意摆放到客厅，悉心安置。老婆，看看喜不喜欢？都老夫老妻了，还送这个干嘛？老林，笑笑，出来帮忙拿一下东西。买这么多干什么？也不嫌沉。下次等我回来一起去。你不是累吗？再说笑笑爱吃糖醋排骨。行，我这次出差，特意给你买了燕窝，明天让笑笑给你炖了。爸，吃点水果。放那儿吧。爸，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什么新闻？一个男的瞒着老婆在外面养了小三，还生了孩子，结果被原配发现了，闹得身败名裂。笑笑，你想说什么？纸包不住火。爸，你说对吗？现在的自媒体就是喜欢编造这种博眼球的故事。你一个刚毕业的女孩子，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可是，没有可是，大人之间的事不需要小孩子来插嘴，明白吗？我明白了。怎么了？多大的人了还撒娇？想吃什么？妈给你做。妈，你有没有想过出去找份工作？找什么工作啊？妈都50多了，你爸也不让，他说他养得起我，让我安心在家享福就行。他有高血压，受不了刺激，我必须先找到确凿的证据。他说世俗的婚姻是枷锁，而我是他灵魂的栖息地。灵魂的栖息地，花着我家的钱买2万3的项链，谈灵魂。带宝贝体验逃离城市喧嚣的周末，感恩背后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男人。这手表是我当初用第1个月实习工资给我爸买的。半山临雨的别墅，随便一套都是1000万起步。他一个建筑公司合伙人，哪来这么多钱？笑笑，工作找的怎么样了？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爸安排你进我们公司。不用了吧，我想自己试试。脾气还挺倔，
随你妈。爸，我今天在城南那边逛街，看到半山林玉的别墅挺漂亮的。你跑那边去干什么？就是路过，听说里面住的都是些搞艺术的，真有钱啊！一笑，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不务正业了，整天盯着别人有钱没钱，你的心思都用在哪儿了？我只是随便说说，你发什么火？我是教育你，做人要脚踏实地，别学那些虚荣的坏毛病。行了行了，孩子就随口一说，你生什么气呀？快喝汤消消气。苏青，妈妈，爸爸今天会来看我吗？爸爸工作忙，要赚大钱，得先买玩具呀。请问你有什么事吗？苏青是吧？我是林建国的女儿。我不认识林建国，那要不要我把你在华尔道德酒店的消费记录和蒂芙尼项链发票发到网上去？你想干什么？聊聊。既然找来了，我也不瞒，我和你爸是真爱，真爱，花着我家的钱，住着大别墅叫真爱。小姑娘，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爸在你妈那里只是提款机，只有在我这里，他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一个被仰望的灵魂伴侣。你真让人恶心。你爸心甘情愿给我花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而你妈那个黄脸婆只会每天围着灶台转，满身油烟味。那套别墅是我爸买的，是啊，写的我的名字，全款。你今天去找苏青了？是。老林，你干什么打孩子？你问问他干了什么好事？跑到人家幼儿园闹事，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闹事？我只是去看看花了我家2000万买别墅的灵魂伴侣到底长什么样。小小，你说什么？闭嘴！再敢胡说，就给我滚出这个家！该滚的是你，是你背叛了这个家，在外面养小三儿，连私生子都3岁了。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没什么好瞒的。没错，轩轩是我儿子，苏青是我女人。淑芬，这件事儿本来想等笑笑结了婚再告诉你，既然现在闹开了，那我们就把话说清楚。我不和你离婚，你还是林太太，这个家一切照旧，每个月的生活费我照给，但以后我1周去城南住3天，你别管，也别闹，咱们好聚好散，对大家都好。如果我不同意呢？不同意就去起诉，但我告诉你，你1分钱都不能。你50多岁了，一身的病，离开我拿什么活？我杀了你这个畜生！笑笑，别做傻事儿！妈，这欺人太甚！闹够了没有？我今晚去城南住，你们想通了就给我打电话。妈，对不起，是我没有。傻孩子，哭什么？妈，你以为那个回访电话是打给你的吗？那个电话是我让酒店打的，只是想让你看看你崇拜的爸爸是个什么东西。他以为我这30年真的只是个黄脸婆。你忘了，30年前咱们市刚开始有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时候，我是全市最年轻的高级会计师。当年他那个破建筑公司只有2张破桌子的时候，每一笔账每一张报表都是我点着蜡灯手把手教他怎么评的。妈，你早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比你早半年，准确的说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的。3月份，我爸不是说公司接了东区的大工程，忙得连轴转吗？是啊，忙着给第三者转移财产呢。从他第一次背着公司其他股东，用海外对公账户走账，以购买进口特殊建筑人才的名义，转移第一笔300万的时候，我就闻出味儿了。你是怎么看到的？他书房从来不让你进的。他不让我进，我就进不去吗？笑笑，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货砌的墙。那你为什么不说？这半年，整整180多个日夜，你是怎么做到每天若无其事的给他洗衣做饭的？你怎么还能每天晚上听他满嘴谎言的抱怨工作辛苦，甚至还要在亲戚面前维护他好老公的形象的？不然呢？一哭二闹三上吊吗？笑笑，你太不了解你爸了。如果我半年前就跟他撕破脸，他只会跪在地上求我原谅，然后私下里把名下所有的资产洗得干干净净。等咱们真到了法庭上，我可能连打官司的律师费都要不出来，还得背上他蓄意制造的夫妻共同债务。我在等他把最大的那笔资金，也就是公司下半年的工程预付款，彻底落到那个女人的名下。笑笑，妈今天给你上一课，什么叫真正的查账。他信不过别人，所有转移资产的核心账目，他都自己留了底。2023年4月12日，由华建实业对公账户向青社艺术画廊打款，名义是虚开艺术品采购发票，金额280万。再看这笔，2023年7月5日，名义是画廊软装及展厅升级改造，这回胆子大了，金额450万。那可是几百万啊！妈，你为了家里省天大天，连空调都不舍得开，他随便一挥手就是几百万给第三者搞装修。有了这些，我们是不是就能起诉他，让他净身出户了？还不够，我要的不是这个。那你要什么？让他净身出户，太便宜他了。离婚只是让他换个地方和那个贱人逍遥快活罢了。我要他进监狱，我要他下半辈子每一天都在里面煎熬。妈，那你想怎么做？他转移的这些钱，有一半确实是咱们家的存款，但另一大半是公司的公款。他通过苏青的画廊虚开发票，套取了公司将近2000万的资金，这是职务侵占罪。我知道了，妈，那我们该怎么做？什么都不用做，我该买菜照常买菜，你该上班照常上班。之后几天，果然如我妈所说，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直到……笑笑，请个假，来一趟市中心医院的妇产科 VIP 区。好，我马上来。妈，你怎么了？哪不舒服？怎么跑到妇产科来了？是不是？我没事，有事的是他们。青青，喝点温水。医生说你是动了胎气，千万别生气了。乖，别管那孩子，让他闹去。
在干什么？他来这干嘛？站住！妈，你拉我干什么？就任由他们在这恶心人。狗咬你一口，你要趴下去咬狗吗？淑芬，笑笑，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这不是淑芬姐吗？建国，你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姐姐要来？我这动了胎气，连个妆都没化，多失礼呀！你叫谁姐姐？你这种不要脸的第三者，你也配？够了，林笑！大庭广众之下，你像个泼妇一样大呼小叫，还有没有点教养？教养？你跟我谈教养？你在婚内拿着我妈的钱，在外面养第三者、养私生子，都把人肚子搞大了，送到妇产科保胎了，你跟我谈教养？你的教养是被狗吃了吗？我今天打死你！林建国，你动他一下试试。淑芬姐，你别怪建国，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是，感情这种事儿，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呀。建国说了，他早就厌倦了家里那股子油烟味儿。女人嘛，到了你这个岁数，连自己男人都留不住，就该体面的退出。你看你穿成这样站在这儿，连我都替你觉得寒酸。你闭嘴！你花着我们家的钱买奢侈品，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妈？你们家的钱？建国，你听听，你女儿还以为钱是她妈挣的呢。那些钱都是建国为了我和我们肚子里的儿子，在酒桌上一杯一杯喝出来的。淑芬姐，建国马上就是2个儿子的爸爸了，林家的香火得靠我来延续。你要是识相点，早点签字离婚，建国还能多给你留几万块钱的养老钱。淑芬，既然今天碰上了，也省得我再回家找你。公司最近接了个大项目，账面上等你下锅。你明天把家里那套老房子的房产证带上，跟我去趟银行，把字签了，做个抵押贷款。林建国，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们家最后一套房子，你拿去抵押，我跟我妈睡大街去吗？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淑芬儿，你放心，只要度过这个难关，等年底分红了，我给你买套大的。这几天青青保胎需要安静，我就不回去了。你赶紧回去，把房产证准备好。林建国，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几年在厨房里待久了，脑子里装的都是抽油烟机里的废油？抵押房产，填你公司的窟窿。你公司账上明明还有1800多万的流动资金，怎么全被你换成半山淋雨的砖头和这位苏小姐身上的香奈儿了吧？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没钱了是吧？公司账面上已经是负数，下个月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走投无路了，所以才打起家里这套老破小的主意，想套出现金来给你的第三者交着每天3000块的 VIP 病房费。李淑芬，你竟敢查我的账！抢银行犯法，抢老婆的钱可不算。好好保胎，毕竟你这肚子里装的可是林总下半辈子的指望，只希望这指望别是个催命符。笑笑，我们走。嫌脏！李淑芬，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给我把话说明白！妈，对不起，我刚才太冲动了。
差点坏了你的事儿。傻孩子，妈知道你心疼我，但对付人渣，愤怒是最没用的情绪。看着吧，笑笑，他既然那么喜欢演戏，妈今天就给他送一份大礼。喂，嫂子。喂，老李啊，我是淑芬。建国在公司吗？我到处找不着他。没有啊，嫂子。老林说去见个重要客户，下午就不回公司。见客户？可是我刚才在市中心医院的妇产科看到他了，他陪着一个年轻女人，好像是那女人怀孕了，我还以为是公司哪个员工家属呢。嫂子，你确定在妇产科？是啊，我还拍了张照片想问问他呢。哎呀，可能是我看错了吧。老李，你别跟他提啊，免得他嫌我多心。我知道了，嫂子。妈，你这就完事儿了？不然呢？等着看好戏吧。建国，医生怎么说？我们的孩子不会有事吧？我好怕，如果没了这个孩子，我也不活了。胡说什么呢？放心吧，医生说就是动了胎气，休养几天就好。回去我找2个金牌月嫂专门伺候你，很快就好的。别听那个黄脸婆瞎说。走吧，李总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今天这颗怀疑的种子种下去，最多3天，他就会去查公司的账。林建国的好日子到头了。我问你房产证呢？你知不知道银行贷款周一就得批下来？没有抵押物，下个月公司连西北风都没得车。急什么？房子是咱们俩的名字，去银行做抵押也得我本人去签字摁手印。我这几天高血压，高压160，降压药都没钱买，去不了银行。人家柜台看我头晕眼花的，敢给我办吗？你少在这给我装病！你这不是坐在这好好的吗？能挑菜能做饭，去趟银行能要了你的命？去趟银行能要了你的命？林建国，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她这几天头晕的连路都走不稳，你看不见吗？哦，对，你眼里只有真爱。毕竟苏青在医院只是动了点胎气，你就能撇下一整个会议室的高管跑去端茶倒水。我妈高压160，你进门连句问候都没有，张嘴就是逼她拿命根子去抵押。同样是人，怎么差距这么大？你闭嘴！大人说话轮不到你插嘴。是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没有公司，你连现在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没有。为了这个家，爸，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是为了苏青和那个叫轩轩的野种。上个月我考 CPA， 找你要2000块钱报班，你说公司财务吃紧，让我自己想办法克服。转头呢，你给那个3岁的野种买了一身5000块的童装，外加限量版遥控车，你的钱到底是在养哪个家？你这个逆女！林建国，手放下。笑笑哪句说错了，你指出来，我让他给你道歉。打孩子算什么本事？淑芬，我知道你还在为苏青的事生气，是，我承认，我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但苏青现在怀孕了，胎象不稳，医生说随时会流产，她受不得刺激，你就不能大度一点？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公司账上真没钱了，东区那个新项目是个大坑，垫资太多。你先把房产证拿出来，咱们把这套老破小抵押个300万，
等工程款一结，我马上把房子赎回来。这是咱们全家的命脉，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死啊！大度，林建国，你让我大度，让我拿赔了你3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唯一一套房子，去给你和你的第三者填窟窿。我刚才听笑笑说，苏青胎相不稳。是，他身子弱，不像你那么糙。这几天在医院，光保胎药就花了好几万，我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那是得好好养。毕竟刚搬进城南半山林里带私家花园的大别墅，这要是流产了，那2000多万的豪宅，岂不是连个继承人都没有？怎么知道？这你就不用管了。房产证你拿不到，婚你也别想离，就这么耗着吧。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什么别墅？那笔钱明明是投进东区项目了。是吗？我还以为那笔钱变成了苏青名下那套全款2200万的独栋别墅，变成了他画廊里那面造价300万的爱马仕艺术墙，变成了你情人节送他的那条2万3的宝格丽项链呢。建国，公司账上1800多万的流动资金，你是怎么做到通过青社画廊虚假走账，洗得干干净净的？教你做账的时候，我好像没教过你这一手吧？李淑芬，你敢查我底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是买别墅了，我是养女人了，那又怎么样？老子在外面拼死拼活应酬喝酒，给人当孙子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就在家里吹着空调，洗洗衣服，做做饭。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女强人？你现在就是个满身油烟味，连带出去都嫌丢人的黄脸婆。林建国，你说这些你还是人吗？我不是人。林笑，你长本事了是吧？敢跟你老子这么大呼小叫！你给我看清楚，这个家的一砖一瓦，你身上穿的名牌，你大学的学费，哪份钱不是老子在外拼死拼活挣的？你挣的，你现在好意思说全是你挣的？你当年创业的启动资金，是我妈卖了外婆留给她的那只帝王绿玉镯子凑的。公司最初几年的烂账，是我妈熬夜点灯，拿着算盘和账本一笔笔给你做平的。没有我妈砸锅卖毒、呕心沥血的帮你，你现在还在建筑工地里搬砖混泥，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嫌弃她？你有什么脸说这是你一个人挣的？闭嘴！黄毛丫头懂个屁！笑笑，你打！你今天打死我！你今天敢动我一下，我就立刻报警说你家暴，顺便让警察好好查查，你给那个姓苏的第三者买半山别墅的几千万，到底是从公司哪个公账上洗出去的？好得很。你们母女俩现在是一条心了是吧？合起伙来对付我是吧？李淑芬，你不签字把这套破房子抵押出去是吧？行，那就耗着。但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公司一旦破产，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工程款欠条，全是我在婚内以个人名义签的字。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亏你还是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连这点法律常识都不懂。去问问你们那些狗屁律师，什么叫夫妻共同债务？我在那些工程款的借条上写得清清楚楚，借款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和投资，只要老子在法庭上一口咬定这些钱全都花在这个家里了，法官就得认。哼，公司破产，老子去坐牢，但你们母女俩也得给老子背上这几千万的债，一辈子都还不清。到时候你们俩就给我去大街上要饭吧，睡桥洞去吧，跟我斗！你们两个贱女人加起来都不够老子玩一根手指头的。妈，他说的是真的吗？万一法官真的判定成夫妻共同债务，我们是不是连这套唯一的房子都保不住了？他怎么能这么恶毒？
他真的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吗？他真的是我爸吗？笑笑，看着妈。你觉得一个当年手把手教他怎么做账的师傅，会猜不到他这只白眼狼要在账面上做手脚吗？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从他半年前转移第一笔资产开始，我就停用了和戴特关联的所有银行卡，而且这半年来家里每一笔的开销，我都拿到公证处做了绝对的公证。公证？妈，你半年前就开始防着他了？对，法律讲究的是铁证如山，不是谁声音大谁就有理。他签的那些所谓用于家庭开销的借条，全都是一纸空文。那要是法庭查起来，随便查。这些资金的流向、洗钱的路径，甚至每一个经手人的签字，那个加密 U 盘里的财务稿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笑笑，别怕，他刚才歇斯底里的吼叫，甚至砸东西，不是因为他赢了，而是因为他心虚了，他害怕了。妈妈当年能手把手教他怎么做账，把他从一个搬砖的泥瓦匠捧成大老板，现在妈妈就能手把手教他怎么做人，教他明白什么是倾家荡产。妈，我们来半山凌云这儿干嘛？这可是苏青住的那个高档别墅区。见一个人。见谁啊？嫂子，你昨天在电话里说有老林转移公司资产的确凿证据。李总，这里面是林建国这半年来通过苏青那个叫青舍的私人画廊套取公司资金的全部原始底稿。他虚构了大量的艺术品采购和高端软装合同，总计套走你们公司账款1820万。王八蛋，老子拿他当过命的兄弟，他拿老子当免费的提款机。李总，他现在不仅掏空了公司，还想拿我名下的唯一一套房子去抵押，用来填公司账面上的这个窟窿。李总，一旦他抵押成功，把账做平了，你们这些合伙人再想追究他转移资产的责任，就难于登天了。他做梦，吃里扒外的东西，真当老子是吃素的？嫂子，你今天大老远来找我，直接把底牌交给我，想怎么做，直说吧。很简单，我要他净身出户，并且把他吃进肚子里的钱连本带利一分不少的吐出来。嫂子放心，我这辈子最痛恨背着兄弟搞小动作，养第三者的杂碎了。你带着侄女回去等消息，周一早上我保证让他林建国连出门买包子吃早饭的钱都刷不出来。李淑芬女士，这是法院下达的财产保全裁定书，请您签字确认。辛苦两位了。妈，这么快就全封了？那苏青那套半山别墅一样。那套半山林雨的别墅，现在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趁热吃，吃饱了，一会儿才有力气看好戏。吃你的面。李淑芬，你知不知道我刚到公司，财务就跑来告诉我公司账户被封了，现在连我去买包烟，扫码都显示交易异常，你是要逼死我吗？说完了吗？林笑，你瞎了吗？看着你妈在那发疯不管。林建国，你把人家李总逼得报警抓你，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心里没数吗？现在跑回家撒什么野？你懂个屁！李淑芬，马上给法院打电话撤诉，还有，立马给老李打电话，说那全是误会，不然公司一旦破产，咱们一家三口全得喝西北风。谁跟你一家三口？林建国，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起诉你婚内出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以及职务侵占。法院已经正式受理，我要跟你离婚，而且我要你净身出户。
林淑芬，你疯了！老子在外面低三下四拼来的钱，凭什么全给你个不下蛋的黄脸婆？你真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这笔钱，每一分都是我夫妻共同财产。就凭你偷偷转移的2300万，那些钱是我赚的，我爱给谁花给谁花。你在家天天洗衣服做饭，你对公司有1毛钱贡献吗？你要离婚是吧？行，老子1分钱都不会给你。那些工程款的烂账全是婚内债务，我大不了拉着你一起死。你敢？你自己在外面养女人挥霍的钱，凭什么算我妈的债务？你还是个人吗？你这个逆女，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说话？林建国，你今天敢动我女儿一根指头，我保证你连法院的门都走不进去，直接让你横着出去。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鱼会死，但网绝对不会破。李总那边已经带着审计查实了你的底稿，通过青社画廊阴阳合同洗出去的钱，总计1820万，职务侵占，数额特别巨大。你猜，量刑起步是几？是凭你把 U 盘给老李的，你居然联合外人搞我！你这个毒妇！我教你屏障的时候，你就该知道，我能做屏就能查透。门没锁，滚出去，等着金身传唤你。李淑芬，你不得好死！你们母女俩给我等着！妈，他刚才想打我。别怕，笑笑，有妈在。天塌下来，妈给你顶着。记住了，笑笑，刚才那个男人说的任何一句狠话，都不要往心里去，也不用去害怕。他越是张牙舞爪，越说明他已经没有任何底牌了。我记住了，妈。去，把鞋换了，咱们把这屋里的垃圾彻底清扫干净。李笑，你帮帮我求求你了！离我远点。怎么，苏老板今天不看画展了，跑到这老破小来，是想向我炫耀你那套刚刚被法院贴上封条的灵魂栖息地？林笑，我求你了，让你妈撤回起诉吧，算我求求你们了。昨天晚上，法院的人突然带人冲进别墅，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拿，就被他们连拉带拽的赶出来了。门上贴了封条，锁也换了，我的3张银行卡连同画廊的公账，今天早上全被冻结了。连打车过来的钱还是我找闺蜜借的。轩轩昨晚在快捷酒店里受了凉，现在还在发烧。我身上连给他交住院押金的钱都刷不出来了。林笑，你帮帮我们吧。我们凭什么撤诉？凭你拿我妈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豪宅，还是凭你怀着我爸的孩子，还要心安理得的花着华建实业的公款买爱马仕？成年人做局套现的时候有多爽，被反杀的时候就该有多老实。你跑来找我哭，是找错地方。林笑，你们母女俩做事不要太绝了，把我逼死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是，老林是挪了公司的钱，但那也是为了我，为了他儿子。他是个男人，他想要个儿子有错吗？你们现在把他逼到绝路，他要是真被带走，你们母女俩能落到什么好？我们落不到好，所以呢，他是你亲爸，就算他犯了天大的错，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去死？你们这么心狠手辣，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苏青，你今天来找我，不仅是没钱，脑子也忘在快捷酒店了。我妈大夏天连空调都舍不得开，硬生生熬出了一身汗斑，就为了省那几百块钱电费。现在你跑来指责我心狠手辣，
而你呢？你花着我家的钱去买3万块钱的软装沙发，去订华尔道德1晚上8000的亲子套房。林建国对于我来说，现在就是一个窃取我妈半生心血的贼，他不是我爸。香香，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要脸，是我下贱勾引了老林，我求求你们，让你妈撤诉我吧！只要你们撤诉，把卡解冻，我发誓，我马上带着萱萱走，我们离开这座城市，出国都行。我把老林还给你们，我永远不再出现在你们面前，好不好？林笑，你连你爸的亲生骨肉都要赶尽杀绝吗？萱萱可是老林唯一的根啊！唯一的根？苏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萱萱到底是不是林建国的儿子？当然是，萱萱的鼻子和嘴巴长得那么像建国，他平时最疼萱萱了。你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是吗？巧了，我妈这人做事最喜欢查缺补漏，她顺手弄到了萱萱当年在市中心医院的出生证明底堂，还有血型记录。我爸林建国30年来体检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 ，O 型血。你苏青的体检记录 A 型血，但你们俩生出来的宝贝儿子萱萱，血型那一栏清清楚楚的写着 AB 型。别急着否认，等法院的亲子鉴定程序走完，一切就一清二楚。到时候，看看林建国如果在看守所里知道了这个医学奇迹，会不会生生掐死你？妈，回来了。倪总那边下午给我打了电话，他已经以公司法人的名义带着审计报告，正式向市局报了案。立案了吗？已经正式立案。真的？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你爸就会被刑事拘留。妈，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儿？你这几个月是怎么做到每天看着他在你面前演戏，还能那么平静的给他炖汤的？妈，你不觉得委屈吗？你心里该有多苦啊！笑笑，你知道妈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我最后悔的就是20多年前怀了你之后，听信了你爸当时红着眼眶跟我说的那句话。30年前，我是省市国企最年轻的高级会计师，我能闭着眼睛查评几千万的账目。可是后来呢？这30年，我看着他从小包工头变成林总，看着他在外面风光无限，看着他身边的女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也看着他一步步变坏，变得连底线都不要了。而我呢，我看着自己渐渐变成了一个只会围着灶台转的家庭主妇，连买把青菜都要精打细算，连买打折抽纸都要算计克数，成了一个男人的附属品。你爸觉得我已经傻了，觉得我就是一个连公司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的黄脸婆，一个可以任由他糊弄，连句重话都不敢说的废人。但我不后悔嫁给他，因为如果没嫁给他，我就不会有你。妈，你别说了，妈。我只是后悔，把自己活成了一只被拔光了牙齿和鹿爪关在笼子里的家禽。我以为退让能换来体面，但换来的是他的变本加厉。这些都不是你的错，是林建国辜负了你，他连给你提鞋都不配。傻孩子，妈不厉害，妈只是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退无可退。
费尽心血布置的局，甚至不惜让他去坐牢，不仅是为了拿回属于我们的钱。妈是不想让你将来觉得，女人在婚姻里一旦遭遇了背叛和算计，除了忍气吞声当鸵鸟，或者像个泼妇一样一哭二闹三上跳，就别无他法。女人不论什么时候，不论结没结婚，不论那个男人说的多好听，永远要把刀柄死死地握在自己手里。喂，老李。嫂子，老林被抓了。就在刚刚，戴着明晃晃的手铐从公司大堂直接走出去的，全公司上下几百号人全都看见了。是吗？这小子平时耀武行威的，结果在审讯室里怂得像个孙子。他什么都招了，只喊对不起你。他这种人本来就是外强中干。老李，那套别墅虽然登记在苏青名下，但付款全都是走的华建实业的公账。这部分的资金追溯证据，我已经让律师连夜整理好，一并提交给相关部门了。我想用不了多久，苏青就会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猛。放心吧，嫂子，苏青他跑不了。警方那边说了，今天下午就会被传唤。走吧，笑笑，去换件衣服。换衣服？去哪儿？陪妈去一趟看守所，我要当面跟你爸把离婚协议签了。淑芬，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去找老李，你帮我求求情，让他撤案好不好？我不想坐牢，里面的日子根本不是人过的呀。刑事案件一旦立案，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就撤不了的。把字签了，你净身出户，家里那套房子所有的存款、车子全归我。你在外面欠的那些烂账，你自己承担。李淑芬，你是不是疯了？咱们30年的夫妻，你连一条活路都不给我留！签字。我不签，死也不签。30年，李淑芬，老子就算养条狗也有感情了吧？我拼死拼活在外面应酬，喝到胃出血进急诊，为了谁？不是为了这个家吗？现在我落难了，你不仅不救我，你还落井下石来抢钱，你还是个人吗？为了这个家，林建国，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胃出血住院，我熬了5个小时的鸡汤送到病房，你嫌油腻，当着护士的面把碗砸了，骂我身上的油烟味儿，熏得你恶心。结果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用公司的对公账户给苏青的画廊转了280万。青青，你要的280万已经转过来了，不够跟我说，千万别给自己压力，你的艺术永远是最重要的。你逼着我拿家里唯一的房子去银行抵押，准备让我和笑笑背上几百万连带债务，流落街头给你填窟窿的时候，你给我留活路了吗？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我。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50多岁，穿得像个大妈，整天就知道算计那几块钱的菜价。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总，我需要情绪价值，我需要一个带得出去的女人。苏青懂我，他把我当男人仰望，而你呢？你有什么？林建国，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你把这个家毁成这样，心里就没有半点愧疚吗？笑笑，对这种人，愤怒是多余的情绪，所以你就去偷公司的账本，去偷合伙人的钱，去偷我们母女俩的救命钱，来买你在那个3陪女人面前的自尊心。老实点，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李淑芬，我告诉你，
想让我签那份离婚协议，做梦！大不了鱼死网破，老子在里面蹲几年，出来照样是一条好汉。你也别想痛快。你涉嫌职务侵占1800万，挪用资金2000多万，没有我手里这份谅解书，你的量刑起点是15年。你今年55岁，高血压，心律不齐，15年，你觉得你能活着走出这扇大门吗？签了它，我去跟老李说，让他同意在谅解书上签字，至少能保你少判5年。不签，我照样可以起诉离婚，不仅能让你1分钱拿不到，我还要看着你死在里面。淑芬，既然我都净身出户了，你能不能打听一下轩轩？那毕竟是我的骨肉。苏青她画廊被封了，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如果可以，你稍微接济他们一点。林建国，有一件事儿，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死个明白。什么事儿？苏青今天下午也被警方控制了，她的手机被依法提取。什么？青青被抓了？经 DNA 比对，排除林建国与林子轩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他根本不是你的儿子。不可能！你骗我！你们合伙骗我！他说过，轩轩是我的，他说是我的。警方恢复了他的聊天数据，发现除了你之外，他同时还跟另外3个男人保持着极其密切的不正当关系，其中有2个是他在认识你之前就一直在一起的金主。你说什么？不可能！青青不是那种人，你血口喷人！是与不是，警方会有定论。不过，这是昨晚加迪做出来的亲子鉴定报告。他还说过你是他灵魂的栖息地呢，林建国。你自诩精明一世，把老婆当傻子耍，结果从头到尾，你在那个女人眼里就是一个好骗的提款机。苏青，我杀了你这个贱人！师傅呢？林建国，30年夫妻，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儿了，在里面好好反省吧。笑笑，记住，女人必须把刀柄死死握在自己手里。李总，林小姐，林建国要求见正处于取保候审苏青怡，理由是他愿意把早年截留在海外账户里的一笔交给苏青，这是监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林，你在里面受苦了。青青，我对不起你啊，我15年出不去了，但我不能看着你和孩子在外面受苦。老林，你放心，我一定等你出来。你说的那个海外账户密码到底是多少？你快告诉我。密码很复杂，青青，上面有监控，不能大声说，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密码是老林，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说那是我的种吗？他是 AB 型血，老子是 O 型，你他妈当老子是瞎子还是傻子？放开我！救命！贱人，你敢骗老子！老子为了你倾家荡产，为了你妻离子散，我要你陪葬！老子掐死你！去死！干什么？干什么？住手！放开我！
让我杀了他！苏青，我杀你！苏青被管教紧急送到医院抢救，命算是保住了。检方已经追加起诉了，林建国故意伤害罪成立，且在羁押期间行凶，被判处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2年。22年。至于苏青，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22年。林建国今年55，等他出来已经快80了。这场黄粱美梦，他终于可以睡到死，都在里面做了。李姐，求你了，帮帮我！苏青，放手！你想干什么？执行书已经下了，你那套别墅和画廊的赃款今天强制划扣，你在这儿拦着我们有什么用？我没钱了，我真的没钱了。画廊被封了，卡里的钱全被划走退赔了，我现在还欠着200多万的外债，我真的走投无路了。那3个王八蛋，他们做完亲子鉴定，发现萱萱不是他们的，全把我拉黑了，连电话都打不通。李姐，你们行行好，你借我10万，不5万就行。萱萱肺炎还没好透，我连带她去打点滴的钱都没有了。找我们借钱？苏青，你脑子被林建国掐坏了吧？你花着我家的钱买包买房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是我的错，我真的遭报应了，我的钱全没了，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我现在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李姐，你也是当妈的，你就当可怜可怜孩子吧，你帮我养他一段时间行不行？可怜，苏青，你搞错了一件事，你的报应不是我给的，是你自己贪得无厌求来的。至于那个孩子，他不是林建国的种，更不是我的责任。笑笑，我们走。妈，我今天听社区的人说，苏青因为拒不履行剩下的退卡款，已经被拉进失信名单了。萱萱被送去市南的儿童福利院了。人这辈子种什么因结什么果，那是林建国和苏青自己造的孽，这笔账老天爷会慢慢跟他们算。那林建国呢？他高血压那么严重，心脏也不好，22年的刑期，他大概率要死在里面吧。笑笑，他死在里面还是活在里面，跟我们还有关系吗？30年，我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困在几10平米的厨房里，闻着油烟味度日。现在我的世界这么大，我干嘛还要去想一个烂在泥里的垃圾？对，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林总监，这份审计报告麻烦您签个字。好，放我桌上，10分钟后给你。李总，东城建筑的那笔烂账彻底理清了，税务那边也完美对接完了。干得不错，比你刚来的时候利索多了，越来越有财务总监的样了。那是。妈 ，CPA 证我拿到了。好，笑笑，欢迎正式加入淑芬财务咨询事务所，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合作愉快，李总。